打破封印，救我出去！吾乃神龙，眼下韩立杰被困于坚印之中。今日你以血为引，替我解开封印，作为回报，我赐你一双神龙眼，可看穿天下万物。我去，我竟然救了一条龙，还获得了一双神龙眼。我今日做事还能看到万物的价格。廖浩然，你在干什么？抱歉啊，周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把橱柜给摔烂了。你看多少钱？我赔。哎呀，这可是我一会儿要拍卖的储物柜，幸好是空的。这里面要是装个古董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你脑袋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就是磕破点皮。赶紧走吧，拍卖会快开始了，别在这影响客人入场。欢迎大家来到储物柜拍卖会，这些储物柜都是被租来存私人物品的，保管到期没续费又联系不上，储物行就有权拍卖，每个起拍价1万元，加价无上限。至于开出什么东西，是古董还是垃圾，全凭各自运气。1号储物柜，据说原主人是一个千亿富豪，起拍价1万，开始起拍。千亿富豪肯定存有好东西，我出1万块。前7个储物柜，价值最贵的也就5000，还不够起拍价。这个9号储物柜竟然价值30万，可怎么看不到里面是什么？请各位买家到台上开柜。我去，这2万块拍下来的就是个痰盂啊！那你亏大了啊！我这里头是个脸盆，我的是个夜壶。张老板，这9号储物柜怎么没有人拍啊？啊，那个9号柜子呀，上次就流拍了。据说9号柜子被人下了诅咒，每个拍它的人都会被恶鬼缠身，所以没人敢竞拍。恶鬼缠身？这9号柜子邪门的很，每个拍它的人都会被恶鬼缠身，时间一长也就没人拍了。一个价值30万的东西被恶鬼缠身，怎么可能？估计是谣言而已。啊，有黑气！我靠，还真的被下诅咒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去，我的眼睛居然还有去除煞气的能力啊！诅咒轻松就被破解了。各位，9号储物柜还没有人愿意出价吗？不要，太晦气了。看来大家都不感兴趣。这9号储物柜的起拍价降为1000元，有人要拍吗？不要，传言那个储物柜有诅咒，哪个大聪明会愿意拍呀？不要，既然没有人要，我要了。哎，小子，传言说9号柜子不吉利，你居然敢拍呀？你牛逼呀！牛逼什么呀？他就是个图便宜的大傻帽，希望一会儿啊别被吓得尿裤子哟！我命硬，不怕什么不吉利的东西，所以这个9号柜我要了。行，算你有骨气。既然你愿意要9号柜，那就成交。既然你愿意要9号柜，那就成交。这是金子做的。我操，这是金子做的相框啊！我的天哪，神童果然没有骗我，让我花1000块钱就捡漏到了价值30万的金相框了。哎呦，这没人要的9号柜居然能开出纯金相框，这小子是走狗屎运了吧？廖浩然，行啊你，1000块钱捡个大漏。我就是运气好，运气好而已。哎，小子，你这个金相框我出10万买了。我11万。你们当我不知道这个的价值啊？现在要卖金子去喽！哎呀！小伙子，是要买金饰吗？是打算送女朋友还是自己戴？我不买金饰，我只是来卖金子。哦，哇，竟然是纯金的，这么大的担子，看看能不能坑他一把。小伙子，这纯金的相框做工一般啊
虽然重量300克，但纯度不够，最多算18K 的沙金。这样吧，我给你3万，就当交个朋友。3万？我神眼看到的价值是30万，看来这老板是想坑我。既然老板不诚心做生意，那我去别家问问价格。哎，小伙子，别着急嘛，价格好商量，我再给你加点。加多少？老板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这金相框是纯金的，而且纯度是24K，按现在的金价1000元一克，怎么着也得30万吧？行，30万就30万。一点点，现在金价虽然1000元一克，但还有上涨趋势，所以不吃亏。30万到手，有了这透视神眼，若我再多参加几次这种储物柜拍卖，我岂不是轻轻松松赚大钱？看来得找张老板好好聊聊了。走了，老板。好。你小子胆儿够大呀！这9号柜子都流拍2次了，谁都怕诅咒，就你不怕。给我透个底儿，你怎么就敢断定里头有货呀？我这也是运气好，不过还是要感谢您，要不是您收留我在拍卖行工作，我也不可能捡到漏。算你有心。行了，别绕弯子了。今天这顿饭不只是谢我吧？果然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啊！我知道您在拍卖界很有威望，所以我想求您，以后有拍卖会能不能带上我呀？我最近运气比较好，我想多试试。浩然呐，拍卖这行当水深得很呐，它能让人一夜暴富，也能让人亏到跳楼。你今天能开出金子，那是相当于祖坟冒青烟，不可能天天有这好事落你头上的。我知道，我就好这口，所以想再赌一把。那这样，我也不让您白忙活，只要是我捡到漏赚到钱了，我们7-3分，怎么样？这小子一次就拍到了黄金，怕是真有点门道。带他去对我没啥损失，万一他又撞上大运，我也能跟着分一杯羹，这买卖划算。行，浩然，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我也不瞒你了。明天有个集装箱拍卖，很多都是走私的快递，比储物柜拍卖刺激多了。里面可能是一堆宝贝，也可能藏着古董。要是赔了栽了，你可得自己兜着。那肯定啊！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各位，欢迎来到集装箱拍卖会。这3个集装箱里面的东西是我们从一家倒闭的物流公司接手过来的，每个箱子里有不同种类的货物，这些都是物流公司的积压货，说白了就是一些走私货，价值可能不到2万块，也可能超过100万。行了行了，抓紧时间开拍吧，规矩我们都懂。好，那我废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先开始1号箱拍卖，起拍价15万，加价无上限，价高者得。1号箱显然最大，肯定有值钱的东西，我出16万，我出18万，18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我出20万。这些快递里装的都是发霉的衣服、劣质的塑料拖鞋，存放的都是垃圾。恭喜刘先生，以20万拍到1号箱。已收款20万元。哎呀！这一堆破烂儿，这是亏大了，一堆破烂儿。你不是说有古董吗？集装箱拍卖就是这样，拍到什么全凭运气啊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拍卖2号箱，起拍价15万。我出20万。让我看看这个2号箱都有些什么东西。这个2号箱子里面都是一堆五金配件啊，价值也就5万，谁拍谁吃亏啊！恭喜李先生，以20万拍得2号箱。已收款20万元。这下亏大了。怎么里边都是些破铜烂铁呀？这波亏大了。现在开始拍卖3号箱，起拍价15万。什么情况？1号和2号箱子，这些人都争着抢着要拍，怎么这个3号箱子却不叫价了？还是用3眼看看这个箱子里存放的什么东西？
来这是个空箱子。刚刚那道紫光是什么？弄得我眼睛烫热。等等，这是300万，肯定是刚才那道能发出紫光的东西，价值300万。大家好像对3号箱子热情似乎骤减啊。哎，算了吧，1号、2号开的都是垃圾，3号肯定是垃圾中的垃圾，谁会花15万去拍它？各位，3号箱真的没人出价吗？起拍价可以降低的，10万即可。你们都主动掉价了，里面肯定没什么好东西，傻子在拍呢。既然没有人出价，那就只能流拍了。10万块，这3号箱子我要了。这小子看着面生啊，应该是新人入行，不知道天高地厚啊。这小子是脑子有毛病，还是有钱烧的？这1号、2号开出来的都是垃圾，这3号能开出什么好东西啊？老弟，你可别犯傻，这3号箱肯定开不出好东西。没事的，我心里有数。一会儿有你哭的，赶紧开呀，让我们看看能开出什么好东西啊！这是10万块，如果没人竞拍，这3号箱子归我了。林先生出价10万元拍下3号箱，还有人要加价竞拍吗？好，那3号箱就以10万元被林先生拍下。小兄弟啊，这么多快递箱子，要不我们帮你拆呀？随便。是空的呀，还不如我买的破烂拖鞋。至少还能卖点废品钱。这个也是空的，还不如我那些5金配件呢。全是空的，小子，你这10万块钱买了个寂寞呀！小兄弟啊，这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呀！哎，走吧。找到了，就是这个冒紫光的盒子。怎么是个小凳子？哎呦，还有个小板凳呢，最起码不全部都是空的，算是安慰奖吧。10万块钱买个小板凳，比我们还惨。不过小老弟，你倒是点亮自己，照亮我们大家呀！啊！神龙眼显示这东西价值300万，肯定不是普通的货色。什么味道这么香？闻起来像是楠树的花果香味。这小板凳绝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普通啊！这是金丝楠木，还是极品的小叶真楠啊！别逗了，怎么可能金丝楠木？老王，你看错了吧？这就是普通的小板凳，看材质也都是实木材质，怎么可能会是金丝楠木？金丝楠木很值钱的呀！要不是这凳腿上的漆面被涂掉，我也不一定能发现。大家来看看，大家看这木质的纹理，还有金丝，以及这散发出来的独特的香味，绝对是金丝楠木。妈的，刚才我还嘲笑他，现在人家开出来个值钱东西。这3号箱子我怎么没拍呢？就10万块钱，对我来说也是小钱。操，被这小子捡了个大漏。多亏你告诉我啊，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个金丝楠木。小兄弟，这小板凳20万，卖给我怎么样？我加价30万，卖给我。30万，30万就想买？我神龙眼的能力标的价值可是300万，这些老狐狸当我好糊弄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卖。35万，我也加，我加双倍，70万，怎么样？哎呦我去，70万！各位，你们给的价太低了，现在我去别地儿卖椅子去喽。嘿。
哎呀，哎呦太可惜了，可惜了，这么说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干什么？你们谁啊？干什么？你们谁啊？我是你刚刚在集装箱拍卖的老板，你可以叫我飞总。你在我的地盘捡漏了宝贝，再给我分点儿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这个是我花10万块钱开出来的东西，自然就属于我，关你什么事情啊？你今天把小板凳给我，大家相安无事。你要是不给，恐怕你很难走出这个地方。哼，把小板凳给我吧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你妈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把这小子给我废了！把小板凳抢过来，给我上！哎呀！什么情况？难道神龙眼还增强了我的体质？老板，这小子练过，我们打不过他。这么多人都被你撂倒了，看来我还是小瞧了你啊！能打了不起啊！我警告你啊！飞总，现在还想要我的小板凳吗？你别嚣张，这里是我的地盘啊！你敢惹我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哎呀，断了，我错了啊！你这么厉害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错哪儿了？我错在不该见财起意，不该明着抢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欺软怕硬。钱不少啊！你抢我钱干啥？这是我的钱。你刚刚要抢我的小板凳，我现在拿你的钱作为补偿，你有意见啊？没有，没意见。老板，穿着一般，不像是有钱人。小兄弟，坐，随便看看，喜欢哪个古董可以叫我。老板，我不是来买东西的，我是来卖东西的。这东西你看看收不收？嘿，小兄弟啊，你逗我呢？这就是一个小破板凳，你拿到我这儿来卖，出门右转走300米就是废品收购站。您确定不再好好看看吗？我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这木质纹理怎么看着像是金丝楠木呢？怎么样，是古董吗？是金丝楠木，不像是家境殷实的人。我先试试它的底细。小兄弟，这个小板凳嘛，木料还行，不过做工太粗糙，你看还都是油漆面，不值什么钱。这样吧，我就当交你这个朋友，5万块收了。老板，你这套路也不行啊，做工粗糙，没什么价值，你还愿意花5万块钱买啊？老板，你不诚实啊！哎，小兄弟啊，别着急走啊，价钱好商量。这样，我出15万啊，不，20万，30万，最高价，你怎么着也让我赚点啊！赚点，算了，我去别家看看。哎，别，哎。哎呦，我的小板凳啊，这还值钱吗？我的小板凳。哎呀，小子，你走路不看路，长没长眼？要是把唐老给撞坏了，就是把你宰了也赔不起。明明是他走路没看路，撞在我身上的呀！小子，找死！撞了唐老还敢？好，是我不小心撞了这小伙子，还把人家东西摔坏了，对不起啊，小伙子。算了，没事。金丝楠木，这是你的吗？这是我的，可惜摔烂了，还值钱吗？哎呀，我找遍了全城啊，到处找金丝楠木，没想到在这儿碰着了。小兄弟，能不能割爱卖给我怎么样？老爷子，你想要这个小板凳，可是它摔烂了，这还有价值吗？摔烂了才好，我可以重新打造新的物件嘛。您看，您准备要多少钱卖给我？摔烂的话，再要300万，估计不合适吧？老爷子，您看着给吧。老夫愿意出300万。没想到摔烂了还能卖300万，看来这个老爷爷是真心喜欢金丝楠木，比那老板厚道多了。既然老爷子你喜欢这小板凳，那咱们就300万成交。好，来，
我现在就给你开支票。能那个现金或者转账吗？开支票的话得去银行兑。当然可以呀、来，支付宝到账300万元。完了，本想着赚个差价，收了这金丝楠木，转手卖给唐了。现在看来是没戏了。小伙子，你贵姓啊？你贵姓林？我叫林浩然。林浩然，好。来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唐昊，您难道是那位名闻 A 城的古董收藏家？嘿嘿，正是老夫。你也知道我吗？听说过您。小林先生，那你在哪儿高就啊？实不相瞒，我是一个淘宝人。这个金丝楠木椅子呀，就是在快递拍卖会上淘出来的。老夫啊，除了收藏古董，也跟你一样，也是个淘宝人。那咱们志趣相投啊！哎呀，真是，小伙子，你说的真对。正好，今天晚上 A 城啊有一个古董拍卖会，他们会将古董放在一个盒子里头，让大家去拍，里头可能有真的，当然也可能有假的。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呀？哦，我知道这个。就是里面有可能是赝品，也有可能是真古董，可能让人一夜暴富，也可能让人一夜穿麻布。我还没去过这种地方呢，而且我有神眼看穿万物价格的能力，真假古董在我眼里一看便知。要是博个天价古董，我的人生就能过上左拥右抱的生活了呀！多谢唐老，那我今晚就跟您一起去见见世面。好，那今天晚上咱们见。好，好，那等你啊。欢迎大家参加今天叮咚古董拍卖会。本次拍卖总共准备了6个全封闭式古董箱子，所有起拍价1万，价高者得。至于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我们拍卖行可不保证真假，全凭各位的眼力和运气。大家可以随意竞拍自己喜欢的编号。现在开始竞拍。1号箱我出1万5。3号箱2万，2号箱出2万5。唐老，这个起拍价为什么这么低啊？因为卖方不保真呐，所以起拍价低。但正因为不保真，才更容易捡漏，花个几万买个假的也不心疼。4号箱我出1万2万，3万，10万，15万，20万，30万。恭喜张先生30万分得4号箱。先看看你们这些古董盒子的价值。我靠，6个古董盒子，只有6号里面的价值最贵，价值800万。真期待里面装的是什么古董啊！恭喜何先生20万拍得5号箱。2号箱我出10万，我出20万，50万。哎呦，50万！我勒个去，50万！好家伙！恭喜唐老，50万拍得2号箱。唐老，你怎么竞拍了？我觉得那2号箱里能出真古董。这2号箱里就是个赝品，价值几百块钱的，不值钱啊！不可能！下面有请得拍者上台开箱。哇，是个青花瓷，哈哈，赚大了！多好的用面啊！亏了，江城制造。哎呦，是个赝品。哎呀，8万块钱拍了个垃圾！哎呀，有请4号竞拍者。下面有请5号。原来是把刀啊！一把破刀。小林先生，刚才他们叫价那么汹涌，怎么买的都是垃圾啊？唐老，你买的也是这样？不可能，是真的，我敢拍胸脯保证，
你这拍的古董盒里就是个赝品，假的，你就吹牛吧。下面有请唐老上前开箱。唐老，你花50万就买了个赝品，要不咱们不要了？这竞拍有竞拍的规则，既然我拍了，就要遵守这规则。没准啊，还是真古董，能卖很多钱呢。哎。哦，这儿别弄错了。哎，哇！哎呦，好彩啊，好眼光啊！啊！哎呀，厉害了！真棒！唐三彩，真正的古董啊，在市场上那价格至少3000万。你要不仔细看看这个马屁股？哎呀，真是假的！哎呀，怪我，就一下子发呆没盯住你，你就拍了。没事儿，50万而已，小钱儿小钱儿。不愧是有钱人呐，50万就跟打水漂一样。哎，小林，你怎么知道2号箱的是个赝品？这古董盒可是没打开呢。我就随口一说，真没想到还真说中了。看来这小子有点神秘，得深入了解才行。有没有对6号箱感兴趣的？哎呦，我去，这是这个玩意儿，害人太棒！怎么还有脸拿出来？这种扫把星的东西，你们卖方怎么还有脸拿出来？唐老，这个6号拍品为什么没人竞拍啊？这个6号盒在圈子里有点邪门，之前已经展出3次了。有一次被人拍下来，想打开看看，然后就听到了有女人在哭，吓得那个人呐不敢打开，然后回到家里就卧床不起。从此6号盒也被退了回来，到现在也没有人敢拍。女人的哭声有点意思啊。刚才神龙眼看这个盒子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，再看一下试试。没有黑色的煞气啊，但总感觉雾蒙蒙的，似乎看不透里面。刚才那个红色气流化成的剑气被吸收了，还把我的神瞳升级了，能看穿盒子的内部东西了。是个青铜玉佩，玉佩上面好像有个东西。求求你救救我！什么？玉佩上的女人竟然在向我求救！看来这盒里的东西绝对不简单。看来大家都还有顾虑啊。其实上次的事情都是谣言，为了打碎谣言，我们已经请法师去过这上面的晦气了。而且我们老板说了，这个6号箱可以降价拍卖，起拍价5000。有没有愿意出价的呀？5000也不要，这邪门的东西啊，白给都不要。就是，万一招来脏东西怎么办？得不偿失啊！5000块，我要了。这，你傻了吧？5000块买个脏东西回家？小子，那玩意儿邪门儿，小心有命买，没命用啊！小林先生，传言虽然未必是真，但空穴来风，未必无因呐。哎呀，你可不要瞎买呀！唐老，你放心吧，这东西啊，即便有些邪门，我也有办法灭了。哦，这个6号古董箱，我要了。好，小伙子爽快，那6号箱就卖给你了。小伙子价值800万的东西到手了，但是得找个酒店，好好的研究一下这里面青铜玉佩上面的女人才行。小伙子，你要不要打开看一看有什么东西？我也没看过里面有什么，就纯属好奇。别打开啊！万一是鬼，谁负责啊？既然大家都不愿意，我还是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研究吧。你之前不是求我救你吗？那赶紧跟你救命恩人说个话，
快出来让我看看！别装哑，快出来！出来！快出来！啊！小样，真以为本妖需要你救呀？不过是看你阳气充足，想让你把我买回来，吸你阳气罢了。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还想吸我的阳气。你是在装睡，想把我骗出来？对啊，引你出来，我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既然你这么阴险，那我就把你吃了算了。神龙威能！你一个肉体凡胎的男子，怎么会有神龙眼？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你还想吸我的阳气吗？打不过我还躲不过吗？龙眼神通，扰穿万物。完了，被打废了。3条尾巴的女人，原来你是个狐妖啊！既如此是妖精害人，那我只好要了你的命。饶命啊！求放过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您，求开恩，求不杀，只要放了我，我愿意终身听您差遣。你刚才还想趁我睡着吸干我的阳气，你现在说这种话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我发誓，绝对不会再加害您，求您放了我吧，修行不易，求您网开一面。哭得这么可怜啊！那好，你给我一个放过你的理由。我虽然是妖，但我从来没有杀过人。然后呢？你没有害过人，你觉得谁会相信？我以妖丹起誓，若我害过人，魂飞魄散，不得好死。以妖丹起誓，应该是妖族最可怖的誓言了。那我相信你，但是这一点不足以让我不想宰你。我还可以和您缔结契约，从此以后不仅要完全听命于您，还可以多给您1条命，你就可以拥有2条命。这个好，要是日后被人偷袭暗杀，我就能复活一次。那和你缔结契约以后，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吗？我以妖丹发誓，缔结契约对您绝无伤害，您只会收获一个非常忠诚的仆人。好，那这个缔结契约，我需要怎么做？胳膊上怎么多了个狐狸纹身啊？主人，我已与您缔结契约，从今往后就住在您的手臂上了。主人若有需要，随时可以唤我出来。我知道了，有需要的话，我会放你出来的。好的，主人。这个东西得去给他卖了换钱啊。美女，你找谁啊？美女，你找谁啊？当然是找你啊！我们好像不认识吧？小林先生，原来是唐老啊，我还以为是谁呢。来来，快请进。好。哎，希儿，你觉得这个小林先生怎么样？爷爷，这个男的看着就不太靠谱。
哎呀，不要以貌取人嘛！啊！可是，他真的可以找到那个东西吗？我可是时日不多了，没有时间跟他耗。应该没有问题的。凡事有希望，就会有奇迹。昨天的古董盒子拍卖会，爷爷花50万拍了个盒子，这小林先生就一直劝我不要拍，还说里面是个赝品。哎，结果打开后一看，果然就是个赝品。所以啊，你明白爷爷意思吗？哎呀，唐老，这大早上的找我是有事吗？当然是关心你了呀。昨天晚上的古董盒拍卖会，你拍下那个6号盒走得急，我担心了一个晚上，怕不干净把你给害了，所以特意过来看看你有事没有啊。多谢唐老关心啊，我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其实这6号盒子里边就是一个青铜玉佩而已。之前传言啊，说是能听到女人哭声，其实啊，这上面沾染了煞气，但是现在呢，已经成功被我去除了。哦，小林先生，你还懂得除煞气？哎呀，真是位神人呐！唐老过奖了，只是略懂一二，祖上传下来的一点小本事而已。厉害，厉害，小林先生。哎呀，好东西呀！这是西周的青铜玉佩，保存的如此完好，纹路清晰，包浆自然，绝对是个真品。小林先生，这玉佩有没有兴趣卖给我呀？这东西我正打算拿去卖呢，既然唐老想要，肯定优先卖给您啊，您随便给个价就行。好，这种品相的青铜玉佩市场价至少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，这样咱们俩关系好，我直接给你1000万，怎么样？之前我的眼睛看出了这东西的价值是800万，现在唐老给1000万，看来他是真喜欢这东西啊。好，那就按唐老说的办。过去了啊。爷爷，咱们是来谈事的，不是来买古董的。没事吧？唐老，令孙女儿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像是生病了？小林先生，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。唐老，请讲。最近 A 城外的海域有一批沉船宝藏被渔工打捞了上来，这批货物会先被装进集装箱，然后买家再进行拍卖，里面可能有价值连城的古董，也可能全是废铁。但据我所知，这批货物里有一个对我至关重要的东西——水火精莲。水火精莲？对，这种东西能调理阴阳，驱除百邪。其实西西啊，半年前得了一个怪病，只有这个水火精莲能治好啊。所以老夫想拜托你，参加这个集装箱拍卖会，帮我找到那个水火精莲。唐老，真不是我不帮这个忙，但我也不是神仙，我这又怎么知道集装箱里边是什么东西呢？我的眼睛又没透视，又不能看到集装箱里面的东西啊。你绝对有能力在这些集装箱里找到水火精莲。昨天老夫拍的那个古董盒子里面，你说是赝品唐三彩，然后老夫打开后就是赝品唐三彩嘛。所以啊，老夫觉得你不论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能力，你绝对有这个经验，而且我不让你白干，可以给你1000万的酬劳。既然唐老这么说了，我答应了。但是我有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尽管说。我要唐老帮助我在 A 市站稳脚跟。我一个人单打独斗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所以想成立一家公司，专门做拍卖古董的生意。需要唐老在 A 城中的人脉和资源支持。
希儿，你觉得呢？他这个人还挺有野心的，这样合作起来才会互惠互利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帮你建立势力，前提是必须要找到水火金莲，救我孙女儿啊！没问题。那今晚的集装箱拍卖会，你就和希儿一起去吧。这么大的集装箱，好期待啊！林浩然，我和爷爷虽然都不知道你有什么特殊能力，但是已经把希望都压在了你身上。今夜我一定要找到那水火金莲，不然我可没几天活头了。你放心吧，既然答应你了，拿钱干事，我会倾尽全力的帮你找的。唐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别说话，配合我。唐熙，他妈的，本少追了你半年，你对我爱答不理，现在居然挽住别的男人的胳膊。唐熙，谁不知道你是我看上的女人？你旁边这个男的和你是什么关系？得，我这是被当了挡箭牌呢。不过看在钱的份上，配合他一下吧。这是我女人，你是哪位？我操，小子，你混哪儿的？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鹤顶，你想干嘛？这儿可是码头，不是你何家地盘。难不成你还想直接动手？小子，你只会躲在女人的身后是吧？我又没躲，我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来打我呀！你打我呀！各位安静一下，能在今夜来这里参加竞拍的，想必都知道，我身后这5个集装箱里的东西都是从海域打捞上来的沉船宝藏，里面可能装着价值连城的古董，也可能全是废铁。所以废话不多说，集装箱起拍价100万，价高者得，看中哪个直接喊价就行。小子，现在集装箱马上开始竞拍，等拍卖会结束，看我怎么弄你们。唐熙是为了那个水火金莲来的，等我在这5个集装箱里拍到了那个玩意儿，我要你唐熙跪在我的胯下哀求。1号集装箱我出价110万，1号集装箱我出价120万，3号集装箱我出110万。身边有苍蝇，你也不吭一声，知不知道主动挽我胳膊当挡箭牌，少收费的。那你不也是把我搂得很紧吗？那个鹤顶是鹤氏集团的少东家，追了我挺长时间，但不学无术，我看不上他。哎呀，好啦，你别生气了，你快先帮我看看这5个集装箱里面到底哪个有水火金莲啊？行。开天眼，洞穿万物。1号集装箱一堆生锈的铁器废铜烂铁，价值2万元。2号集装箱腐朽的木板、破烂的渔网，价值5万元。3号集装箱破碎的陶瓷片、海泥，价值1万元。4号集装箱一堆海带，价值6万元。5号集装箱一堆海草，价值100元。什么情况？5个集装箱里面都是垃圾玩意儿，还起拍价100万，看来真的是在找大冤种啊！哎，什么情况？这5号集装箱的这些海草怎么一半冰一半火呢？我操，这么容易就找到水火金莲了？水火金莲就在那里面。真的？那你是怎么确定的？我也不能瞎拍呀。我当然是凭我的经验确定的。你看，5号集装箱的底部外皮好像结冰了吧？据我所知，水火金莲有冰与火的效果，所以你再看看其他的集装箱都是正常的。这次明白了吗？所以水火金莲有感应，可以啊，林浩然，不愧是我爷爷看中的人，经验十足啊。傻妞，我能告诉你，这是我龙眼神通、万物神眼的功劳。5号集装箱，我出150万。唐熙参加这次的集装箱拍卖，是为了那水火金莲来的。
突然竞拍5号集装箱，肯定是认为那里面有水火精莲，我必须拍下，然后让你跪着求把东西卖给你。那个画面一定很刺激。5号集装箱，我出价1000万。贺少牛逼啊，挥金如土啊！这次直接把价格抬到了1000万。鹤顶，你故意的是吧？唐熙小姐，这是竞拍啊，你能拍，我当然也能拍啊。你什么情况？水火精莲居然在5号集装箱里消失了！我靠，什么情况？水火精莲居然成精了，还能瞬移到3号集装箱里面，有意思啊！5号集装箱，我出1300万。我出价2000万，只亏你一口价，怎么样？气不气呀？等等，别拍5号集装箱了，现在水火精莲在3号集装箱里了。什么？在3号集装箱？林浩然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开玩笑，你看那个3号集装箱的底部已经结冰了。鹤顶，5号集装箱你叫2000万，我不拍了。鹤顶大少，2000万一次，2000万2次，2000万3次，恭喜贺大少。3号集装箱，我出价200万。这唐熙什么意思？拍着5号集装箱突然不拍了，改头去拍3号集装箱，啥意思？操！不管怎么样，我必须压他一头。3号集装箱，我出价300万、500万、800万、1000万、1500万。这次竞拍好像是他们2个的专场呀，咱们好像成了打酱油的呀，光顾着看他们俩来回叫价了。贺少追求唐熙小姐在 A 城是不公开的秘密，可是屡遭拒绝，所以贺少肯定是想用金钱压她一头，让唐熙小姐知道自己的厉害。鹤顶，你有病吧？我拍什么你拍什么？对呀，你能奈我何呀？我继续加价，2000万。又跑了，别拍3号集装箱了，拍1号。林浩然，你能力到底行不行啊？一会儿5号集装箱，一会儿3号集装箱，一会儿又1号集装箱，你是在耍我吗？你要是不信我，那你就随便拍。恭喜贺大少，又一个2000万拍下3号集装箱。1号集装箱，我出价300万。这唐家大小姐在搞什么呀？一会儿拍3号，一会儿拍1号的，估计是乱拍的吧。唐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少爷，我怀疑这唐熙是故意耍你的。不可能，他来这里竞拍就是为了拍水火精莲救命的。我来这里竞拍是为了抢先一步拍到水火精莲，好让他求着我把水火精莲卖给他。我再顺便提出条件，睡他的身体了。但是现在他一会儿拍5号，一会儿拍3号，不对，他肯定是能从这些集装箱的外表判断出那水火精莲到底在哪儿。我出价600万、700万、800万。我操！我怎么感觉这水火精莲在戏耍我呀？你出800万是吧？我出2000万。哎呦，我们的唐熙小姐终于舍得加这么高的价，可以啊！我出价3000万。别拍1号集装箱了，拍2号集装箱。林浩然，你是在耍本小姐吗？一会儿这个，一会儿那个，
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能力，我恨不得咬你一口。你先别激动，那水火精灵成精了，会跑啊，我也控制不了啊。而且，你现在看到2号集装箱底部铁皮结冰了呀，这说明水火精灵就在那里面啊。好，那我这再相信你最后一回。但是，你知不知道，这可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要是今晚再找不到水火精灵，我真的会死。我知道，所以请你相信我，现在你就竞拍2号集装箱。那要是最后拍下2号集装箱，这里面没有水火精灵，那该怎么办？我还没有搞过对象呢。那如果错了，我和你搞对象不就行了吗？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拍卖师小姐，我现在不拍1号集装箱，我要拍2号集装箱，出价1000万。好，今夜可是一场风云变幻的竞拍啊！从来没有这么热闹了，集装箱能拍出天价了呀！现在唐熙小姐2号集装箱1000万，请问鹤顶大少要跟拍吗？唐熙啊，唐熙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又转头拍2号集装箱了。2号集装箱，我出价3000万。5000万，都把价格拍到5000万了，真是一群疯子呀！就算集装箱里真的有古董，也得看年份，才能知道其价值。唐熙这么拼命，水火精灵肯定在2号，我绝不能让他得手。2号集装箱，我出价1个亿。太疯狂了，价格都上亿了。降价，继续降价呀！可是我怎么叫啊？唐家虽然有实力，可是也比不过贺家的财力啊。如果我接着叫，他肯定会跟着我叫下去的。他有多少实力？他最多能叫到多少价？贺家的财力大概11、12亿吧，能调动的资金也就10个亿。这东西一直穿来穿去，何时是个头啊？有了，鹤顶一直跟价，那不如我直接降价叫死他，让他没钱继续跟价，这样就可以好好的竞拍集装箱了。2号集装箱，我出价10个亿。这2号集装箱到底装着什么呀？居然10个亿竞拍，搞得我都想竞拍了。可惜呀，我没这么大的资金。林浩然，你疯了吗？10个亿，你怎么敢叫得出口呀？如果鹤顶要是不跟的话，我唐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呀。说得对，虽然我有赌的成分，但是他一定会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负，好胜心强。这位林先生报价10个亿，是有史以来集装箱竞拍最高者，太土豪了！鹤顶先生还敢继续竞价吗？等等，你小子存心耍我玩是吧？2号集装箱你出价10个亿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我要求验资。这种集装箱的拍卖规则从来没有验资一说的，毕竟之前大家都是抱着捡漏的心态来的，从来没有想过会竞拍出那么高的天价。说得对，如果这个竞拍价贺大少不跟拍，那么就是你的。倘若你拿不出10个亿，我们作为举办方会断你2条胳膊作为惩罚。行，没问题。你现在还跟拍吗？不跟的话，这2号集装箱就是我的了。10个亿啊，相当于我全部的身家呀！我要是跟拍了，万一这2号集装箱里面全是一堆破烂，那我就会流落街头啊！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次唐歇和这个小子叫价2号集装箱那么高的价格，里面绝对有水火精灵。看来贺大少是怂呀。那之前唐小姐竞拍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一直硬刚呢？没钱就不要装大头啊！拍卖师，没人竞拍的话，这2号集装箱是不是就是我的了？由于本次竞拍数额巨大，我再询问最后一次，这2号集装箱现在叫价10个亿，台下可有人竞拍？2号集装箱10个亿1次，10个亿2次。
这鹤顶怎么还不跟拍啊？难道他真的被我吓住了？好纠结，如果拍下了2号集装箱，里面真的有水火金莲，但是10个亿，我唐家估计拿不出来，这该咋办啊？10个亿3。等等，2号集装箱，我出价10亿零100万。疯了吧？贺大少，牛逼啊你！这货终于跟拍了，还好我赌对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赌对了？其实2号集装箱里根本就没有水火金莲。你之前说鹤顶最多能拿出10个亿出来，现在他跟了，我就不跟了。等一会儿我们竞拍其他集装箱的时候，他就没钱竞拍了，懂了吗？你也太坏了吧，这就把鹤顶给阴了。不过我喜欢。鹤顶大少出价10个亿零100万，竞拍2号集装箱。现在请问唐小姐和林先生这边是否跟拍？我们不跟拍了。贺大少对2号集装箱势在必得，那我们就不叫价了，让给贺大少。唐熙怎么突然放弃了？难道水火金莲不在2号？肯定不会。唐家的财力本就不如我，肯定是没钱竞拍了。我以为你们要跟我抗衡到底，还算你们识时务，不过如此嘛。贺公子出价10亿零100万，1次、2次、3次，成交。哼，算你们识时务。请鹤顶大少刷卡。恭喜贺少拍下2号集装箱，这是钥匙。去打开2号集装箱，我倒要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哼！少爷，这里边什么都没有！不可能！这里一件像样的古董都没有。呵呵，都是些木板渔网，没什么值钱东西啊。贺少这花了10个亿零100万买这些东西，得亏个底儿朝天啊！说不定贺少直接倾家荡产了。这事情要是传出去，将会成为笑柄啊！恭喜鹤顶大少，10个亿零100万买了一堆破烂呀！你可真是一个妥妥的。你们他妈居然耍老子！这里边都是一堆破烂垃圾！耍你？我们又没逼着你拍，这可都是你自己抢着要拍的。你把钱退给我，我不拍了。你们拍卖的噱头说这里面有沉船打捞上来的宝藏，这里有宝藏吗？这全是垃圾！我操！贺少，话不能这么说呀，都说了是噱头了，你也不能全信啊。再说了，值不值钱后果自负，这是竞拍集装箱的规矩啊，贺少。再敢嚷嚷要退款的话，我就让保镖请你出去了。你小子，你他妈有种，把本少耍得团团转！耍你？怎么能说我耍你呢？毕竟我也不知道2号集装箱里都是一堆烂木板啊。好，很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一会儿能拍到什么好东西。拍卖师，我记得这4号集装箱还没有人竞拍，现在我要竞拍这4号集装箱。当然可以，4号集装箱起拍价100万。那我们出价101万。这4号集装箱里真的会有水火金莲吗？我现在被你弄得心里都没底了。你放心，你看啊，这个4号集装箱的外皮都结了一层冰了，水火金莲一定在里面。希望这个小东西可别再乱跑了。啊！我操！这小东西还想跑，这咋办？
我靠，我的神眼竟然还有捆缚能力啊！看来日后得深入发掘啊。4号集装箱有人竞拍吗？算了吧，万一这个集装箱里也是一堆垃圾，那拍着就没什么意思了。4号集装箱101万1次、2次、3次，成交。二位请买单。哎，嘿嘿，这不是一堆海带吗？唐熙，你也不怎么样啊，花100多万买了一堆海带啊！林浩然，你不是说这里面一定会有水火金莲吗？这怎么没有啊？先别着急，你看看这里边。是水火金莲，没想到我有生之年真的能找到它。没想到我有生之年真的能找到它。快吃吧，救你自己的命。不可能，水火金莲真的被他找到了。我还打算先他找到，然后再要挟他，让他在我胯下唱征服。就算不让他臣服我的胯下，就水火金莲这东西拿到黑市拍卖，也能卖10几个亿。操！这水火金莲是老子的！给我上！废了那小子，把水火金莲抢过来！哼！真他妈的废物！看来要本少亲自出马。哎呦，看你这架势，你是练过？废话，老子可是跆拳道7段，一拳下去能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！小子，你别给老子嚣张！再来！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！还来不来？我不打了，我打不过你。就你这样，还敢来招惹我？记住了，以后看见我给我绕路走，不然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扶起来！废物！走，搀着我。林浩然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下半辈子都找不到这个救命神药。别这么说，快吃了吧。你干嘛亲我？你可别多想啊，这是谢礼。林浩然，怎么我吃了这个药之后，感觉这么热呢？这应该是水火精莲之后的效果。我把空调调低点，你忍住。林浩然，我怎么感觉还是这么热？你到底有没有把空调调低啊？这已经是最低了，你再坚持一下，等药效过去就好了。林浩然，我怎么还是感觉好热？可是，一靠近你好像又不那么热了。怎么，还有一种想要男人的感觉？真的，一靠近你就不那么热了。唐小姐，你可能只是太热了，你可能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你先把手放开。不嘛，人家不要。
我怎么觉得你失去理智了？你马上给我松开！不要，你亲我一下嘛。你干嘛突然这么主动？我觉得好奇怪。主人，我已与您缔结契约，从今往后就住在您的手臂上了。主人若有需要，随时可以唤我出来。差点忘了，还有个和我缔结过契约的狐妖，叫他出来问我，看有没有什么办法。狐妖，快出来救我！主人，水火精莲虽然能治百病、驱百邪，但是它还有一个隐藏的功效——发情效果。这个唐熙服下水火精莲后，现在已经进入自我迷失的状态，整个大脑里只充斥着发情，懂吗？什么发情？这水火精莲咋还有这效果？水火精莲本就是天地灵物，阴阳调和之物，服用后会激发人体最原始的欲望。如果主人不帮他解决，那么他体内的药力会一直膨胀，直到他的身体撑不住，然后爆体而亡。这么严重？林浩然，我好难受，帮帮我。唐小姐，你清醒一点，我们不能这样。狐妖，帮帮我！这发情效果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？没有，主人就好好享受吧。你现在身体还热吗？好多了，我的病也好了，但没想到水火精莲还会有发情的效果。可能这种天才地宝都是这样吧。林浩然，今天的事儿……好，我保证不会说出去的，我就当没有发生过，你放心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不打算对我负责了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就必须得娶我。我怎么，你不乐意？如果是这样，我就杀了你。没有，我没有不愿意，只是这不得经过你爷爷的同意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去告诉我爷爷。好。怎么样？之前帮了我，按照之前的约定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啊？我这人爱憎分明，你说过要娶就必须要娶，可不能耍赖啊！我没说过不娶啊。那天晚上，咱俩一夜荒唐之后，你不是回去把咱俩的事告诉了你爷爷吗？你爷爷也提出了条件，让我要赚够50亿才能娶你啊。所以我现在正在想办法赚钱。我已经帮你打听过了，大王国呢，最近有几个箱子要整体拍卖，里面好像都是走私的货物，据说有很多的奢侈品、名牌包包呢。到时候我们可以整体拍下来，然后再组织拍卖会拍卖，我们就可以从中赚取差价。弹丸国的箱子拍卖，你这个想法好呀，我觉得可以。我已经订了机票了，我们下午就去。今天可谓是大佬云集啊！在座的各位都是海外的有钱人，那么今天要拍卖的这批货品呢，想必各位都提前得到了风声，冲着这批高档物品来的。那么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，这3个箱子里面都有货物，但是有真品有赝品，具体大家拍到真品或者赝品，全凭运气。现在开始起拍。山下会长到。我不来，这仓库拍卖就敢开拍吗？是山下会长啊，您能来真是蓬荜生辉。之前给您发过邀请函，您没给回信，还以为您不来呢。持续的话就不必再说了。
是，给山下会长上个凳子。这小弹丸人是什么来头？他竟然让主办方区别对待，还给他搬椅子坐。这个人是山下商会的会长，是当地的财阀，平常十分的嚣张。没事儿，咱们这次就只管竞拍，不要去招惹他就行。那只要他不惹我，我肯定不会去惹他的。哎，我现在站累了，也给我搬一个椅子吧。这小子头铁吧，居然敢要椅子，看来他是不知道山下会长的地位啊。这地方除了山下会长有资格坐椅子，其他人都没资格。你干嘛呀？这站着竞拍多累啊，坐着多舒服啊。还有，凭什么他能坐着，我们都要站着？大家都是来竞拍的，搞什么区别对待啊？你这是故意找茬，请你出去，我们拍卖会不欢迎你。有脾气的年轻人，看你这穿着，还有说话的语气，你应该是大夏人吧？不错。我喜欢有脾气的大夏人，给他搬个椅子来。各位，现在拍卖开始，这3个箱子起拍价1000万，价高者得。现在开始竞拍1号箱子。我出1100万，我出1200万。我去，还能这样玩啊？牌子是真的，但是酒水是兑水的。浩然，你怎么不拍啊？这次咱们是3个都拍，还是只拍其中1个呀？咱们这次出来带了多少钱？1个亿。但是如果要把这3个箱子全都拍下来也足够，到时候咱们转手一倒腾，能赚不少呢。先别急吧，先看看再说。好。有意思，这2号箱子里的东西一半真一半假。再看看3号箱子里是什么东西。啊！这怎么了？你啊什么？浩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就是看大家叫价叫得太激烈了，我就按上给大家助助兴。大家继续啊！有毛病吗？我刚才竞拍1号箱，我出3000万。要是没人竞拍，这1号箱就是我的了。请问在座的各位，还有谁要拍1号箱子的吗？3000万，还是不跟了。那1号箱子，3000万1次、2次、3次，恭喜这位异国朋友成功拍下1号箱子。波尔多罗曼尼康帝，这全是风靡全球的顶级酒水啊！这3000万拍的值。早知道1号箱子全是高档红酒，我就继续叫价竞拍了呀。这个富商看瓶子是真的那么兴奋？要是知道里面的酒都兑了水，会不会哭啊？算了，还是提醒他一下吧。你要不先别只看 logo， 你尝尝里面酒水的味道，保不保真？我哪舍得尝啊！哎呀，这一瓶拉菲价值得200万啊！我就这么打碎了呀！哎呀，那你既然摔都摔了，你看瓶子里还有一点没有洒出来，你尝尝味道，毕竟是拉菲嘛，能尝一点是一点啊！你小子说的对，虽然酒水打洒了，哎呀，但是不能浪费呀！好喝呀，这拉菲就是好喝呀。哎，这味道哪里不对呀？呸！妈的，兑水了吧？这酒水味道不对，是假的。之前拍卖规矩已经说过了，拍到真货或者假货全凭运气，而且像这种高档红酒，瞧酒瓶子是真的，你管它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？哪怕是尿，也不会有人说什么。毕竟有钱人认的是牌子，而不是里面装的什么东西。你这么一解释，我
倒是大智若愚了。那么现在开始竞拍2号箱子，有人要出价吗？我出1100万，我出1200万。算了，还是看看这3号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货物吧。之前想窥探的时候，射出一道光，刺得眼睛疼。还来，神童，给我吸收了！我靠，国宝级的古董，价值已经无法用金钱乱来衡量了。1800万，2500万。 2号箱子现价2500万，还有人要加价吗？1次、2次，3000万，3600万。 2号箱子3600万1次、2次、3次，恭喜！哇！妈的，这怎么这么多假的？又一个上当的。哎，不过这些真品撮合一下，还可以卖高价格。就是。现在开始竞拍3号箱子，起拍价1000万。我就是冲着3号箱子来的，1001万。这个箱子我要了，都不要和我竞标。这山下会长有点霸道啊，直接加1万竞拍，言下之意不让咱们竞拍呀，明显是想要捡漏啊。小点声议论，前2个箱子山下会长都没有竞拍，看来是奔着这3号箱子来的啊！既然山下会长发话了，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。我先表个态，3号不拍。对，我们不拍了，让给山下会长。那就宣布吧。那恭喜山下会长，这3号箱子，我出1500万。这小子活腻味了吧？山下会长都发话了，你还敢竞拍？这是找死吗？怎么？拍卖是公开的，我还不能竞拍了？他看上这3号箱子，我也看上了呢。我刚才已经发话了，你还敢竞拍？你可知道得罪我的后果是什么？他们表态不和你竞价，可我没有表态。有意思的大夏人，居然还敢跟我竞争！我出价2000万，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。5000万。这小子是故意的吧？山下会长都说让他要10台券，他怎么还敢叫价竞拍啊？小子，你有点不识好歹了。山下会长一直在好言好语的不让你加价，你还上杆子叫价。哼！按照这种公开拍卖的规矩，只要有钱就可以竞拍，我又没有违反拍卖规矩，我凭什么不能竞拍？我怎么啊？我违反规矩了吗？请你离开吧，我们这种拍卖会不欢迎你，把他们请出去。浩然，要不咱别拍了吧？现在这气氛有点剑拔弩张了。我又没有违反规矩。再说了，这3号箱子里面可是有大宝贝的，转手一卖，随便能卖到50亿，甚至上百亿。好。你们要是这样，请我们离开。这件事一传出去，你看看，到时候整个圈子内都知道了，会不会耻笑你们？你还敢？本会长来这里拍卖，就是为了3号箱子的皇冠来的，都和拍卖方私下约定好了，避免人多嘴杂，走个形式过场。3号箱子我以低价拍过来，没想到这个时候却杀出个程咬金来。说的没错，你没有违反拍卖规矩，可以继续加价，我出5500万。6000万，有意思，我出价9000万。9000万了，你小子还不长眼的跟拍的，出1个亿啊！浩然，咱就带了1个亿，他要是跟着叫价，咱就没钱竞拍了呀。没事儿，没钱的话，大不了咱们就抢。抢？你牛逼！这3号箱子我也不拍了，我让给你了，让给你，回头再派人给你抢过来，这样我就不用花1分钱了。
什么？山下会长竟然放弃了？山下会长，您确定不拍了吗？确定。大不了找个机会将这东西抢过来，比掏钱竞拍的划算。这个山下会长是势在必得要拍3号箱子，怎么突然放弃不拍了呢？那3号箱子1亿1次、2次、3次，成交。好像都是一堆垃圾，1个亿，买这些好像有些亏啊。1个亿拍下了一堆破烂啊！哎，这箱子我已经拍下了，现在我是箱子主人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们谁也不能过来。我们啊，要透过外表看本质，这表面可能是一堆垃圾，但是这里面可能有什么宝贝，找找看啊。好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个皇冠，哎，这上面还镶嵌着红宝石呢。哎，等等，我好像知道这是什么了，这是鸾金九龙皇冠。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这还是个古董喽。哎，我对古董呢还是颇有研究的。这好像是很多年前某位君王祭天时代的圣物，失踪了几千年了呀，没想到会被咱们捡漏啊！哎，这要是拿去拍卖，别说50亿，100亿都有人抢着要。我操，这小子踩了狗屎运了，花1个亿拍下一顶九龙皇冠，这转手一卖，几百亿都有可能。早知道3号箱里有这宝贝，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跟拍呀，也不会给山下会长面子的。看看你们每个人羡慕嫉妒的小眼神。这样吧，我这箱子里面还有很多东西，我就不要了。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来看看。我都忘了，还要感谢山下会长割爱，要不是山下会长放弃竞拍，我还真拿不到这九龙皇冠呢。大虾仁，你运气不错，但你要知道，有些东西有命拿，未必有命享啊。那就不劳您操心了。老大，怎么办？不敢！看什么看？箱子拍卖都结束了，还不快滚！山下会长，您就这么眼睁睁看着那小子把皇冠带走吗？那可是您志在必得的东西啊！而且说好的，这个拍卖会就是为您准备的过场啊！您不是还要把皇冠送给令尊吗？这下小的不明白，您为什么突然不竞价了呢？而且还要放任那2人离开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本会长不竞价，是打算要抢的。明抢啊！我明白了，山下会长你不跟拍，让那小子出了1个亿拍下3号箱子，这样我们举办方也赚了钱，到时候你派人去明抢，那小子就什么也拿不到。你总算聪明了一点。谢谢山下君夸奖，但是刚才为什么放任那2个人离开呢？刚才明明是最好的时机啊！刚才那么多异国商人都看着，我要是动手传出去的话，我山下商会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是。哎，去查一下，他们今晚住在哪儿，然后动手抢过来。还有，那小子身边的女人，
挺漂亮的，也要抢过来。高，实在是高。马上举办一下，记住要活的。我要让那个小子亲眼看着我玩弄那个女人，然后再把她送去见地狱。嗨，我们这就去办。大象人，和我抢东西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你会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这东西就是名副其实的古董，带出去就太显眼了。如果带上飞机，说不定都过不了安检。或许狐妖应该有办法。狐妖，出来！主人，您有什么吩咐？狐妖，你有没有办法帮我把这个皇冠收藏起来？主人，可以把这个皇冠从我这里呀。我可以依附在你的胳膊上，相当于就是有一个另类小空间哦。你不早说，快帮我把这个皇冠存起来。好的，主人。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？上次在车里我迷迷糊糊的，都没好好体验。今晚我想……等等，我先去洗个澡。这家伙还害什么羞吗？又不是没有过。这个时间，谁会来敲门啊？您好，请问是唐熙小姐吗？我是，请问你是？我是山下会长派来的，他想请您过去做客。把他带走吧。我去会会那个林浩然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找到九龙皇冠。东西能放哪儿呢？怎么找不到啊？你谁啊？唐熙呢？我是唐熙姐姐的好闺蜜，特意来找她玩的。啊，闺蜜？唐熙在弹丸国有闺蜜？她怎么没给我说过呢？哦，那什么，唐熙她去哪儿了？她刚刚才接了个电话，有事出去了，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吧。那你随便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那什么，唐熙说你们拍了个皇冠，能不能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皇冠？这个嘛，这是坏人，精通暗杀术，袖口里藏有首领暗器毒针10指，小腿部藏着一把匕首。靠，我的神眼还能鉴定出人的好坏啊！林先生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是何人派来的？冒充唐熙闺蜜，你有何企图？你怎么看出来我的身份？没想到你还是个练家子，低估你了。刚才你射了3根，现在射了7根毒针，你现在身上应该没有暗器了吧？这林浩然是怎么知道我带的毒针数量的？我来到这弹丸国，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啊。如果说有，那就是山下小野狼。你应该就是他派来的吧？不错，谁让你敢跟山下会长竞争呢？现在
我就要来取你性命。若想保命，你可交出九龙皇冠。你刚刚连续2次想杀我都没有成功，谁给你的勇气现在来威胁我的？哟呵，还懂得使用烟雾弹，让我来找找你在哪儿。你是什么实力？竟然一拳把我打废了！去死吧你！别杀我！我要是死了，你就再也别想知道那个小女人在哪儿。你把唐熙抓哪儿去了？先把我放了再说。你敢威胁我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山下商会的人，那么唐熙被抓，你们应该也把他抓到那儿去了吧？那我先杀了你再说。西西，林浩然，你想救他呀？山下小野狼，你若是敢动唐熙一根毫毛，我定杀你全家！看你情绪激动的，想救他的话，就带着那顶九龙皇冠来城南废弃仓库交换，顺便把我的人带过来。好。唐旭小姐，别怕，等你的男人来了，把皇冠给我，我会当着他的面把你给嘿嘿嘿了。山下小野狼，我来了。来得挺快，我的人呢？你是说那个想杀我的人吗？对呀。哦，那个人已经被我杀了。那你把他给杀了？我电话里面怎么跟你说的？你说让我把你的人给带过来，又没说要留活口，所以我把他的衣服带过来了。你他妈不按套路出牌，你就不怕我把你的女人给杀了吗？你敢吗？你的目标是那顶九龙皇冠，而杀了我女人，你就没有要挟我的把柄了，所以你不敢动她。果然是聪明伶俐的大象人。那既然这样，九龙皇冠你带来了吗？就算我带了，我也不会给你。你他妈敢耍我！把九龙皇冠给我，不然我就划破他的喉咙！你把他放了，放了他我就给你。我不想讨价还价，我数3个数，如果你不给，我就弄死他。1、2、3。我给。3位狐狸，把九龙皇冠给我提取出来。主人，弹丸人都该死，让我出去弄死他们呗。你怎么弄？唐熙被挟持着，你有把握一瞬间出现救下他吗？这个倒没什么把握，还是把皇冠给你吧。为了防止你耍花样，我把皇冠给你，你把我女人给放了，咱们同时进行。没问题。
我终于得到你了，等我把你献给我爷爷，说不定能换到山下家族所有的权利。杀了他们！浩然，小心！没事，我就知道，弹丸人都是一群不守承诺的杂种。全死了！你怎么这么强？山下小野狼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对手有多么恐怖。现在该送你归西了。你不用过来！浩然，我还以为你有多么恐怖呢，不过是一颗子弹就解决的问题罢了。浩然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要是死了，我可怎么办呀？是这枚硬币救了你一命。我还可以和你缔结契约，从此以后不仅要完全听命于您，还可以多给您1条命，您就可以拥有2条命。这个好，要是日后被人偷袭暗杀，我就能复活一次。哪里是硬币啊，是之前我被3尾狐狸强行双修，多得到了1条活命的能力啊！但是不能说出来啊。硬币能救你1次，它能救你第2次、第3次吗？这你什么鬼？子弹你都接得住？准备好受死了吗？别杀我！我是山下商会的会长，我山下家族可是掌握着弹丸国的半壁江山啊！你要是杀掉我，整个山下家族都会追杀你的。你觉得这种威胁，他会对我有用吗？别杀我！我有钱，我不想死，我愿意出钱，我愿意出很多很多钱，2个亿、5个亿、10个亿，不，50个亿。你50个亿，你现在能拿得出来吗？我有，我兜里有一张50亿的支票。还真是50亿啊！那看来这趟弹丸之行，我没白来。那么，林先生，可以放我了吗？我说过要饶你一命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浩然，你把他给杀死了。这种人死不足惜，该杀。可是，如果他的家族知道他，这后果……没事儿。山下家族本来干的也都是非法的事，而且这地方天天都会有死人，所以没事的。而且我们走的时候，正好可以一把火把这里烧了。没有证据，他们找不到我们。林先生、西西，你们这次去竞拍箱子情况怎么样啊？爷爷，你不知道，浩然可厉害了。我们在弹王国用1个亿拍到了价值100亿的9龙皇冠。哦，真的呀？
来，在哪儿？拿给我看看，让我开开眼。那可是稀有的东西啊！您给长长眼。哎呀，这果然是真品呐！这一趟没有白去啊！这要是拿到拍卖会上，至少过100亿。那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，我只要赚到50亿，就可以娶唐熙过门了。现在我做到了。好，好，好！小林先生果然是人中龙凤，我没看错人。这样，你先回去休息，让我选一个良辰吉日，风风光光的把你们俩的婚事给办了。哎，浩然，那我们现在去婚纱店选婚纱吧。好。哎，那个西西呀，等吉日选了之后再去定也不迟。小林呐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一下，好吧？我和西西还有点事情要说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西西，你是怎么得罪鹤顶这样一帮人的？鹤顶？那是他咎由自取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你和浩然阴了他一把，弄得他倾家荡产。但是不是忘记了，他贺家势力在 A 城是根深蒂固的，甚至还有几个将军财阀是他们家的世交啊！现在他们向我施压，让你必须嫁给鹤顶，否则就让唐家在 A 城消失啊！他做梦，我死都不会嫁给他的。唉，来不及了，爷爷已经答应了。爷爷，你怎么能替我做决定呢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你在得罪鹤顶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唐家？在你和林浩然去大完国的时候，鹤顶带人冲进了咱家呀，强行把你奶奶挟持带走了。如果你嫁，你奶奶平安无事；如果不嫁，后果……这个鹤顶太可恶了。那你嫁吧，我尊重你的意见。如果你不嫁，今天晚上你就和林浩然远走高飞。爷爷，别这么说，我是您和奶奶把我养大的，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完。我嫁。那好，今晚你收拾一下，明天嫁人。至于林浩然这边，暂时瞒着他吧。真不敢相信啊！这才几天时间，我就靠着我这双眼睛，走上了人生巅峰了，还即将迎娶我的女神唐熙。什么情况？我的眼睛能力又升级了？这是还能移形换影啊！我再试试。哇，这个新升级的能力可以啊！喂，你好。林浩然，听出我是谁了吗？我听不出来，你谁啊？这么快就把我忘记了吗？我是鹤顶。鹤顶？你打电话给我干嘛？当然是邀请你参加我的婚礼。明天我要和唐熙小姐结婚了。打电话是告诉你，这个女人终究还是我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唐熙和鹤顶结婚？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
你给老子多笑笑，不然后果你懂的。很高兴今天各位来参加我鹤顶的婚礼，今天也是我鹤顶终于抱得美人归。贺少好福气，唐家大小姐可是 A 城第一美人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是啊，新娘子漂亮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还是仰仗您呢，要不是您，唐熙她也不会乖乖的嫁给我。等一下。唐熙，你为什么要和这个杂碎结婚？为什么？这人是谁呀？疯了吧？这疯了吧？敢闯贺少的婚礼！林浩然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你今天果然来了，但是你来了又怎么样？看到我们结婚，怎么样？你气不气？但是你没有办法，是唐熙她主动嫁给我的。浩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你来干什么？赶紧回去！唐熙，你为什么要和这个家伙结婚？不是我自愿的，是他，是鹤顶挟持了我奶奶，我不得不嫁给他。原来是这样，鹤顶，我就知道你心眼不好，你搞威胁。小子，上次你阴我，那笔账老子到现在还记着呢。今天你既然敢来，你就别想活着给我离开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我要当着唐熙的面把他的男人给打死，让在座的都知道唐熙就是一个臭婊子！我靠，鹤顶说的这些话信息量好大呀！果然很能打呀！嘿，你给我站那别动，不然我当你面掐死他！我靠，鹤顶够狠啊！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我定把你碎尸万段！吓唬我？你真当老子是吓大的呀？操！鹤顶，你挟持我威胁林浩然，不就是你一直想证明你比林浩然强吗？你说的没错呀，但是我听起来，你好像有言外之意呀。对，你挟持我，就算赢了林浩然也是胜之不武。再说了，你输给浩然，无非就是上次集装箱拍卖会输给他了，不如你就从哪输，从哪里赢回来不就好了？你的意思是？不如我们就把宝贝装在封闭的不透明盒子里进行拍卖，你和浩然赌谁拍到的宝贝价值更高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就心甘情愿地嫁给你，但如果你要是输了，就放我和我奶奶走，怎么样？毕竟你也不希望娶一个似行尸走肉的女人回去吧。哎呀，好啊，唐熙，你不光长得漂亮，这脑子还真挺好使。林浩然，你也听到了，咱们用男人的方式解决，你敢赌吗？行，那我们就把不同的宝贝放在3个盒子里，看谁拍到的价值高。不，我今天想玩点刺激的，咱们赌命。我让人准备6个杯子，其中1个杯子有毒酒，咱们轮流选，轮流喝，谁喝到毒酒，谁就算输，输了就是死。怎么样？你敢吗？可以，但如果我赢了，你必须所有的一切既往不咎，并且把他给我放了。没问题。A 城本就是以赌闻名，而且我和鹤顶家是世交，既然打了赌，
那就用生死在天。这种毒法，想一想都觉得疯狂啊！浩然，我相信你，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，你一定会赢的。林浩然，你是客人，别说我欺负你，你先选。第6个里面是毒酒，你确定让我先选吗？当然，没错。怎么着？你怕了？我怕你输得太难看。我选这杯。这酒没有毒，它是一杯兑了水的红酒。现在该你了。算你运气好。我把毒酒藏在了哪个里面？想起来了，原来第6个杯子里是毒酒啊！看来这杯饮料也没有毒啊！林浩然，该你选了。我选第4个。看得太紧张了，总感觉这小子下一秒就会毒发身亡。这酒啊，辣嗓子，是原浆，味道还不错。看来老天爷还是站在我这边的。林浩然，你别给老子太得意。这一局，我选第2杯。这杯酒看着这么红，应该是葡萄酒吧？果然没错，干红。现在就剩5和6了，咱们2个就看谁的命够硬。这小子要是选6号，等他喝下之后，就能毒死他了。哎，鹤顶，我这手刚要伸向6号杯，你怎么这么兴奋啊？难道这6号杯子里是毒酒？没有。妈的，你不是要选6号吗？你为什么突然选5号？我没说要选6号啊。既然你这么想让我选6号，那我就选5号杯。这他妈的林浩然要是选择5号杯子，那6号杯子里的毒酒就是我的了呀！不能让他这样选，得改一下规则。林浩然，这样，既然就剩最后2杯了，咱们就换一个规则，看谁手速快，谁抢到就算谁的，怎么样？鹤顶，你临时更改规则，你无耻！规则是我定的，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。你卑鄙！行，那既然鹤顶大厦要改规则，那咱们就改，就看谁先抢到就是谁的。好啊，咱们就开始吧。嘿，这小子抢得挺快啊，看来是提前知道6号杯子里装的是毒酒。那么我得把这杯毒酒变到他5号杯子里去才行啊！龙眼神威，移形换影。
咱们就快点喝吧，就看谁倒霉。行。哈哈哈哈哈！连浩然，你就给老子等死吧！这俩人喝的到底哪个是毒酒啊？看不出来啊，他们的面色表情看不出来呀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还没有毒发？为什么喝了毒酒的是我？鹤顶把自己给毒死了！真的毒死了啊！哎呀！现在谁输谁赢，不需要多说了吧？按照之前约定，可以把人放出来了吧？好小子，你有魄力，有没有兴趣跟我？虽然我与鹤顶家是世交，但是我更欣赏人才啊。没兴趣，想合作的话，就到浩然拍卖行来找我。好，愿赌服输，放人吧。奶奶，哎呀，老伴儿，你没事就好。来，多亏了你的孙女婿足智多谋，要不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救你呢。我也没想到我会安然无恙的被放出来。没事了，奶奶，咱们回家吧。哎，好，回家。对，回家。回家。